AR 眼镜竟然又进化了，不仅是参数的叠加，搭配配件还能实现精准的六豆腐定位，外加识别率非常高的手势操作，真的是让我觉得我们离小时候看的科幻电影越来越近了。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Witcher 于前2个月发布的2款新品 Witcher Luma 跟 Witcher Luma Ultra。这期视频呢不会是一个参数的念经我会结合一些典型的使用场景来帮大家梳理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最近正想入手一副 AR 眼镜，或者在 Luma 跟 Luma Ultra 之间疯狂纠结，那这期视频应该能帮你少踩一些坑。首先这2款产品最基本的功能是完全相同的，都是通过 C 口连接支持 DP 视频输出的设备来提供一块随时随地可以带走的大屏，像常见的苹果、安卓手机、笔记本电脑以及各类掌机都可以直接使用。如果是 PS5、Xbox、Switch 1代、2代这类主机的话，则可以通过魔宝屋 Pro 这个配件来接入，把 HDMI 或者非公版 C 口信号转换成眼镜可以识别的输入。尤其是 Switch 2，魔宝屋 Pro 呢是一款既能给 Switch 2供电，又能够充当转接器来连接 AR 眼镜的配件。我之前在一期视频中详细的介绍过这个外设，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那期，这里就不重复展开了。说回眼镜本身，在显示方面呢，2款使用的都是索尼 0.68 英寸的 Micro OLED 的屏幕，分辨率都为 1920×1200， 最高120赫兹刷新率。没错这是市面上第一批采用16:10比例的 AR 眼镜，相比起传统的16:9，能够在竖向方向提供更多的显示空间。在这个基础上 ，Luma 的视场角 FOV 大概是50度，相当于你在2.3米处观看一台85寸电视的效果。它的最高入眼亮度为1000尼特，而 Luma Ultra 呢，因为使用了更新一代的屏幕，视场角呢提高到了52度，在这点上其实没有差距太大，但是它的最高入眼亮度达到了惊人的1500尼特，这个应该是市面上 AR 眼镜中亮度最高的了，一般是只能在高端的电视上才能看到的数字。放在实际体验中呢 ，Luma 的1000尼特搭配 Witcher 的电致变色，也就是可以让眼镜镜片一键从透明变为全黑遮光的技术，它们呢已经足够覆盖了大多数白天室内以及室外的场景了。而 Ultra 的1500尼特即使在阳光较强的晴天，依然可以保持相对清晰可用的画面。在之前视频中呢，我也提到过这个 Witcher 的 AR 眼镜在画面锐度与边缘清晰度上做得非常好，几乎是看不到任何模糊与畸变的。这一代的2款也同样继承了这个优点。不过需要提一下的是因为采用了16:10的分辨率，竖向画面更高了部分用户刚上手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多调整几次佩戴位置，才能找到那个上下都舒适的甜蜜点。像我自己使用上一代 Witcher Pro 的时候一直带的是最小号笔托，而到了这一代我换了半天发现用最大号才比较舒服。在近视用户的体验方面呢，两者也有一点小区别。Luma 的屈光度调节范围呢是0到600度，而 Luma Ultra 可能跟新屏幕的结构有关只有0到400度。如果你的度数超过了这个范围，又或者散光比较严重，则需要单独去配一个磁吸的近视贴片。这2款的重量呢分别为77克与83克。说实话，实际佩戴起来几乎感觉不到差别。我自己呢，经常一玩游戏就是3个小时往上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感。然后它们的发热点呢，主要是集中在右侧近腿前方的这个位置，温度最高的地方大概是40度左右。佩戴的时候，这个部分不接触皮肤，所以体感是感觉不到的。OK，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2款眼镜虽然在参数细节方面有所差异，但是只看作为随身大屏这件事情，在观影和游戏显示方面，2款呢都可以提供足够优秀的色彩与清晰度，来带来完整的大屏体验，不会因为价位不同就出现明显的减配感和妥协。而真正把2款产品拉开差距的，其实是我接下来要讲的交互方式与空间计算能力。2款产品的核心差异呢，就藏在 Luma Ultra 多出来的不是1颗，也不是2颗，而是足足3颗摄像头上，就很离谱Witcher 竟然能够在这个体积的眼镜上塞下3颗摄像头，才只增加了6颗的重量。它所带来的差异呢，就是当没有摄像头的 Luma 配合手机、电脑或者景环 Pro 这些计算单元时，可以通过内置的陀螺仪等惯性传感器实现3豆腐的头部追踪。简单理解就是它可以感知你的转头、点头、摇头动作，把画面呢固定在一个虚拟大屏上，随着你的头部动作去调整视角。而到了 Luma Ultra 呢，这套交互就直接多了一个维度，通过2颗单色与1颗 RGB 彩色摄像头，在正常光线下，它可以实现6豆腐的空间定位，也就是你现在不仅可以左右转头看画面，还能向前走进屏幕，甚至走到它的侧面或者背后，同时呢还能做出非常精确的手势追踪。当然这里有一个点我必须先说清楚防止歧义，就是 Luma Ultra 的6豆腐与手势追踪必须搭配 Witcher 的景环 Pro 才能完整实现。
眼镜这边呢负责显示画面和采集传感器摄像头数据，景环 Pro 负责实时运算和空间计算，两者一起呢才是一套完整的空间计算方案。这里我主要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手势追踪了，因为虽然我 Meta Quest 上的手势追踪已经玩了好几年了，但也是第一次在 AR 眼镜上看到相对成熟的手势操作方案。在这套系统里呢，我可以通过捏手指来实现抓取和点击，换一个方向捏则可以当做取消或者后退，长按可以呼出菜单，握拳可以重置视角，双手同时捏合还能实现图片的放大、缩小等操作。说实话，这个识别率真的挺高的。它所带来的好处呢，就是你在看视频、刷内容的时候，可以完全解放双手，不需要拖着一根长长的线连接手机或者其他终端，也不需要一直拿着手机当做遥控器，直接伸手点就可以了。就像开头所说的那样，会有一种科幻电影终于成为现实的感觉。景环 Pro 里还内置了2个 AR 小游戏，其中幽灵派对是一个类似愤怒的小鸟那样发射弹弓造成场景破坏的游戏，只不过将场景放在了 AR 中，搭配手势追踪还是挺有意思的。另一个 app 呢，则是讲解一些太阳系内各种行星知识的科普软件，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尝试一下。当然，除了这些非常科幻的功能以外，这套方案的中枢景环 Pro 它本身实际上是一台运行着定制安卓系统的小主机，它内置了像 PS Play 这类主机串流软件。我用 Moonlight 呢也测试了一下串流 PC 时的延迟，在开启游戏模式后 1080p 120赫兹25 Mbps 码率的画面，解码延迟一般在9到12毫秒左右，表现还不错。不过这里我需要说明一下，在串流主机 PC 时，为了保证最好的性能呢，我推荐是打开景环 Pro 的游戏模式。不过这时呢，它会停用六豆腐与手势功能。正常来说，操作菜单就得通过手机来进行遥控了。但是我经过多次试验发现一个很好用的，依旧可以解放手机的方法，就是同时按住景环 Pro 上的菜单键与关机键，打开投控模式。这样呢，可以通过眼镜的陀螺仪来控制光标，就可以操作菜单开始串流了。不过说实话，我有点希望下一代景环 Pro 上能够用上足够强大的芯片，就即使在开启六豆腐与手势追踪的情况下，也能够保持低延迟串流。最好呢，能再在景环本体上加一个小的触控板，这样在夜晚不开灯这种用不了手势追踪的场景下，或者是搭配 Luma 这样没有摄像头的 AR 眼镜时我们依旧可以通过触控板轻松的操作，那就完美了，是吧？除了串流游戏以外呢，你也可以自由安装任何需要的应用，从自己搭建的 NAS 影音终端到各家流媒体 App， 甚至还可以实现多屏显示进行多线程操作。整套体验下来呢，会比传统的眼镜加手机加一根线组合轻松得多。当然要真说缺点的话呢，其实也是有的。第一呢，就是我真的希望景环 Pro 的续航能够更长一点。目前我的用途呢，主要是看视频与串流游戏，它的续航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所以玩更久的话就得挂个充电宝了。另一点呢是，其实不影响使用，但是大家看我的演示应该也能发现，就是它的3豆腐跟6豆腐，因为是通过软件实现的，相比起眼镜内置芯片的方式当你转头较快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的果冻效应。所以聊了这么多，我们回到视频开头提出的问题，就是2款到底该怎么选？这里我按照使用场景呢，帮大家简单分了几类不同的搭配方案。第一类呢是纯影音像或者第一次接触 AR 眼镜的用户，如果你的主要需求呢就是连手机或者笔记本看电影、追剧、刷视频，偶尔串流一下主机 PC 玩会儿游戏，对空间交互这些呢暂时兴趣不大那很直接入手威驰 Luma 就够了。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的用户呢，可以再加一个这款 C 口拓展器，能够在连 iPhone 时实现3豆腐的画面。安卓是不需要的，可以直接实现3豆腐。无论是坐在沙发还是躺在床上看番都会有不错的体验。第二类呢是希望在出差办公时多一个便携大屏的生产力用户，比如经常在酒店机场需要多个屏幕临时处理工作，但是又不想随身带一块占位置的实体显示器。在这类场景下呢，我依旧会推荐 Luma， 搭配 Windows 或者 Mac 上的 Spacewalker 软件，可以在 AR 眼镜中模拟出多块虚拟屏幕，实现3豆腐的多屏办公，既不占桌面空间，又能在出门在外的时候稍微提升一点工作效率。那么第3类呢是希望游玩主机或者 PC 游戏的玩家，这里如果你的目标是游玩 Switch 2的话，我会推荐 Luma 加魔宝物 Pro 这套组合，一根线连 Switch， 一根线连眼镜，就可以完成供电加视频输出。而对于 PS5、Xbox 与 PC 用户来说，如果你的预算有限想先体验一下效果的话，可以用 Luma 加手机加串流软件的搭配，在手机上安装 PS Play、Steam Link、Moonlight 之类的串流 App， 再配一个手柄，就可以在眼镜里看到主机或者 PC 的画面。当然，如果你的预算稍微高一点，同时追求更好的整体体验感，又不想一直拖着手机，那么可以考虑Luma Ultra 加景环 Pro， 把算力和串流全放到景环上，搭配6豆腐与手势操作来解放手机与双手。无论是玩游戏还是看剧，它的便携性与无牵挂感都会更好。
然后最后一类啊，就是爱折腾、想体验最新技术，并且对空间计算与交互体验有所追求的用户。如果你想体验那种啊，就是像科幻电影一样，拿手比划2下就可以操作系统界面的感觉，愿意为手势识别、六豆腐空间场景以及未来更多的 AR 应用场景买单的话，那么我绝对是推荐Luma Ultra 与景环 Pro 这套组合。好了，那么今天的内容啊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啊，希望我是把这2款产品的用途与推荐解释清楚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以及订阅我的频道。我是波多，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